姐姐，好久不见啊！如果不是忌惮将军府的威势，就凭你羞辱旭旭死1万次都不够。现在将军府谋逆叛国，全府已被斩首，就差你了。姐姐，当日你羞辱我，到了下面可要记得好好赎罪哦。侯夫人之位，我就笑纳了。这里是将军府，我重生了。上一世大婚前夕，庶妹送旭旭给我送了一个安神的荷包。姐姐，这是我亲手绣的安神荷包，明日大婚，姐姐带着它便能睡个好觉。我闻后便不省人事。等我再次醒来，花轿已去，嫁妆已空。她穿着我的嫁衣，坐上了本该属于我的花轿，浩浩荡荡嫁入了侯府。我不依不饶，跑到父亲面前哭诉。父亲听闻后震怒，命府兵将她五花大绑押了回来。而我如愿以偿，嫁给了傅云墨。那时我以为这是胜利，没成想这是他们的圈套。傅云墨诬陷将军府谋逆，将我骗到荷花园子，将我溺死在荷花池中。清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那方才上了侯府花轿的是谁？什么？已经有人替我上花轿了。昨夜妹妹来房内跟我告别，互诉不舍，赠了一个安神的荷包于我。我闻了2口，就睡到了现在。昨夜妹妹来房内跟我告别，互诉不舍，赠了一个安神的荷包于我。我闻了2口，就睡到了现在。胡姨娘人呢？好啊，我说呢，方才送嫁时，你抓着新娘子的手不放，哭得比我这个亲生母亲还要伤心。我还当你是个什么好东西，没想到竟然是你生的小畜生。夫人说的什么妾听不懂。是大小姐睡过头了，误了吉时，怎么能怪到我的旭旭头上？老爷夫人，徐家接亲的队伍来了，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宋旭旭在哪儿？立刻去把人找出来。还能在哪儿？当然是在傅云墨的婚房里。这个时辰，估计都入洞房了。这母女俩当真好算计。宋旭旭给我下药，替换了我的身份。即便我醒过来，他们也已经木已成舟，留给我的只有2条路：要么咽下哑巴亏，和他2女共侍一夫；要么代替他嫁进商贾徐家。旭旭，徐家虽是商户，地位不高，可你们大哥这些年守卫边境的粮草不少都出自徐家，这是我们家的恩情，徐公子与你正般配。他偷龙转凤，把自己最不耻的婚事硬塞给了我。我要是应了，不出明日，镇国将军嫡女嫁给商贾徐家的消息便会传遍整个京城，遭所有名门贵族耻笑。夫人，二小姐不在房里，她的那身嫁衣盖头还在，首饰金银全都带走了。还有，我在二小姐房中搜出了这些书信。看看你养的好女儿，未出闺就私通外男，丢尽我将军府的脸。将军，徐家的人在催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带上人，随我去侯府，把那个孽女绑也给我绑回来，送去徐家。这门婚事还轮不到她一个庶女做主，这门婚事
还轮不到她一个庶女做主。爹爹，算了，妹妹和侯爷心意相通，早在婚前就有苟且。他们枉居圣旨，设下这么大的局来羞辱我将军府，这样的男人，女儿不想嫁，便让给妹妹吧。徐家对将军府有恩，女儿不想爹爹为难，被人冠上忘恩负义的恶名。女儿愿意嫁入徐家。清月，可你是将军府嫡女，嫁入徐家，着实是委屈了你啊。爹爹，徐家义薄云天，国难当前挺身而出，为边境将士捐赠粮草，这等气概世间少有。何况徐朗如今已是新科状元，天子门生，假以时日，定能光宗耀祖。嫁入徐家，女儿不委屈。我镇国将军府的嫡女，岂容他广平侯这般羞辱？清月，你放心，这事便是告到陛下那里，也是傅家的错。你不嫁这样的男人是对的，但这口气，爹爹怎么都要帮你讨回来。这不是将军府的嫡女宋清月吗？她不是今天的新娘子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对啊，新娘子刚刚拜完堂送进了新房，不是宋家嫡女，那刚刚拜堂的是谁？哼，叫各位看笑话了，自然也是宋家的女儿，只不过是个偷嫡姐婚事的下作庶女。宋清月，你别闹了，这事不能怪宋旭旭，是我刚刚喝多了酒，把宋旭旭当作是你已经圆了房。我知道你宋清月心中气愤，但宋旭旭是无辜的。既然宋旭旭已经失身于我，我自然要负责。今日与我八抬大轿行正式礼的是宋旭旭，他便是正妻。明日我会让人抬个小轿，侧门引你宋清月进。宋旭旭温柔善良，定能教导好你这娇蛮泼辣的性子。侧门进来，那是妾的待遇。你一个早就被踢出朝堂的落魄侯爷，如果不是和我定了亲，以及我父亲在朝堂上的扶持，哪里有机会重新被皇上看见？你竟然有脸说出让我一个镇国将军府的嫡女给你做妾的荒唐话！哼，广平侯好大的脸！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就忘了原来门第落魄的滋味是怎么样的？是想老夫帮你重新回忆一下吗？亲家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侯老夫人觉得呢？你养的好儿子枉拒圣旨，羞辱我女儿，你觉得将军府去皇上那参上一本，你们侯府明日的太阳还能不能见上？雨墨，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姐姐，都是妹妹的错，是妹妹一时情难自控才会犯下糊涂事。如今我和侯爷好事已成，你再闹下去，丢的是将军府的脸面啊！你就算不为我考虑，难道也不管将军府的名声了吗？你若是喜欢侯爷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也不是非广平侯不可，非要等圣旨下了，在我的新婚夜干这种阿杂事。到底是谁把将军府的脸面按在地上踩？难道你眼中根本没有将军府，只一心为了抢走我有的东西？我没有，我是因为真心爱慕侯爷。卑劣下作，拿真心当借口，尽干的昌门勾当。倒也看看自己的身份，配不配享那荣华富贵？这要是我的女儿，直接一条白绫一死，省得辱了门楣。广平侯吃相真是难堪，既娶了庶女，还舍不得嫡女，既要又要，当真厚颜无耻。你这个逆子，还不马上跪下，和你的岳丈岳母认错道歉，并且承诺马上娶清月进门。看看这怨毒的眼神，我猜他一点也不觉得今天最大的受害者是我。母亲，我钟爱之人一直是旭旭，这辈子非他不娶。宋清月跋扈善妒，根本当不起我侯府的当家主母。他要是识趣，一个妾室都是高抬了他；他要是不识趣，就等着被全京城的人唾弃。我看被侯府退了亲，谁还敢要他？这辈子只能绞了头发当姑子。母亲，想当初老侯爷过世，儿啊，侯府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你个广平侯干什么吃的？这点事都办不好。他傅云墨太过分了，居然公然在朝堂上贬低我，也不看看自己办的事成什么样了。就是太嚣张了。走，我们去皇上那儿参他一本。傅侯爷，你可太让我失望了。站那干嘛？快走，这可是侯府。哼，怕啥？谁不知道如今的广平侯是一只纸老虎？谁不知道如今的广平侯是一只纸老虎？侯爷这是做什么？
宋小姐，求你帮帮我！侯爷，快快请起。念及年少时的几分情谊，我会帮你的。这辈子要是负了清月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爹，帮帮他吧。胳膊肘往外拐。傅云墨啊，傅云墨，这才短短2年，就忘了当初的誓言，如今甚至还能厚颜无耻说出这种话。宋清月，你现在跪下给旭旭敬个主母茶，我便认下了你这贱妾。这样看不清形势的蠢货，也幸好让宋旭旭捡了漏。往后只要你伺候好旭旭，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个孩子傍身。倒是我将军府高攀不起了，你这侯夫人之位，我家清月不要了。至于你，我将军府没有偷换嫡姐婚事、无媒苟合、弃将军府脸面不顾的女儿。今日回去，我便开宗祠把你除名。爹爹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，你为何要对我这么狠心？我只是努力争取和心爱之人在一起，我有什么错？侯爷厌弃宋清月是他无能，凭什么所有好事都要让给宋清月？好，我成全你的努力，以后你不再是将军府的人，好自为之。来人，把大小姐的嫁妆全都抬回去。不，这些是我的嫁妆。抢了清月的婚事还想抢嫁妆，做什么梦呢？这些都是将军府给嫡女准备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慢着，今日你们敢把嫁妆抬走，便是违抗圣旨。清月，旭旭是正妻，可我也没说不娶你。今日你们若走了，抗旨的人可就是将军府了。皇上赐婚是让将军府嫡女为妻，你竟还敢倒打一耙？那我让清月做平妻不就行？自古妻子便只有一个，平妻说的好听是妻，实际上就是高级一点的妾。就是这话可挑不出毛病来，谁都看得出来，这是在打将军府的脸。姐姐，我当不成将军府的小姐没事儿，往后进了侯府，你可得喊我一声姐姐了。你的这些嫁妆，便当是孝敬我这个正妻了，全都抬进我的库房。将军夫人，我们侯府处理私事，你非要往上凑，磕碰了哪里，也只能怪你自己活该喽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往后侯爷便是你的天，还不过来跪拜我和旭旭？侯府接旨。这道圣旨来得太及时了，那是徐朗。徐大人，这圣旨是你所求，便由你宣读吧。奉圣上旨意，广平侯罔顾赐婚圣意，和宋旭旭合谋李代桃僵，偷换婚事，现解除将军府和广平侯府的婚事，褫夺广平侯侯爵之位，贬为庶民。宋旭旭欺上瞒下，不孝不义，赐婚于府为贱妾，终生不得抬位。将军府嫡女宋清月贤淑恭敬，重情重义，现赐婚大理寺卿徐朗为正妻，由钦天监择吉日完婚。钦此，傅云墨，接旨吧。被所有人贬低的商贾之子，如今成了天子宠臣，被封3品大理寺卿，而将军府东床快婿却在转眼成了一无所有的庶民，真是一桩趣事啊！哎，行了，心里想想就行了，你还说出来，被杨公公听到，几个脑袋都不够你掉的。不可能，皇上怎么可能夺了我侯爵之位？你敢假传圣旨，你是想死吗？傅云墨，你现在一介庶民，敢对朝廷大臣动手，我看想死的是你吧。公公，我要见皇上，这其中有误会，我没有违抗圣旨，我会娶宋清月。得了吧，娶宋大小姐当你侯府的妾吗？得了吧，娶宋大小姐当你侯府的妾吗？愚不可移。夫君，我不要当贱妾，你答应我的，要让我做正妻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人。现在好了，我儿子侯爵之位没了，侯府也没了，你竟然还只想着正妻之位，你这个脚架的祸根，你给我滚！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让你进我傅家的门。母亲，我不会放弃旭旭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成亲是全京城的人都知道的，你现在赶他出去是要他的命啊！他现在不滚，才是要了我的命，都是这个下贱的狐狸精害惨了我们侯府。你现在要是继续袒护，我就血溅当场！你现在要是继续袒护，我就血溅当场！夫君，你不能丢下我。云墨，今日有他没我，你是想看着你母亲死在你眼前吗？夫君，你不能丢下我，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骨肉。当真吗？已经越狱了。母亲，你有孙子了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旭旭是咱们家的功臣，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接纳他吧。
来人！宋清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方才唆使下人推撞我母亲，逼我磕头。你说我要干什么？你方才唆使下人推撞我母亲，逼我磕头。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念在你有孕在身，就磕50个头，掌嘴30下吧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宋清月，你有气冲我来，不准伤害旭旭。你以为你逃得了吗？磕100个头，掌嘴100下。这是我母亲留下的传家宝，是要留给未来儿媳的。你别嫌弃，暂且留作信物。我会尽快筹备好聘礼上门，你等我。你不是早就与宋旭旭定了亲？水玉髓为何没有给他？你不是早就与宋旭旭定了亲？水玉髓为何没有给他？自然是留给你的。我想娶的一直是你，可我自知高攀不起。将军府许我2小姐时，我便知道她和傅云墨有来往。你知道？那你还如约来娶？因为我猜她会换嫁，也料到你会答应嫁给我。这男人竟算无息漏，果然无奸不赦。难怪说考状元就考上了，还能让皇上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卿。难怪说考状元就考上了，还能让皇上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卿。我全部的算计就是用来娶你。如果你喜欢我做到丞相之位，我也可以。你回去吧，我等你就是。大小姐，你是被侯府退了亲吧？我就说我女儿才是金凤凰，你还非要去自取其辱，被侯府扫地出门的滋味怎么样啊？侯夫人的位置何该是我女儿的？侯夫人的位置何该是我女儿的？往后我就是广平侯的岳母了，你要对我放尊重些。以后你的闺房也要留给我女儿，她日后回门要住。广平侯府现在都没了，你女儿倒是如愿嫁给傅云墨了，就搂着那个庶民过一辈子吧。不可能！我女儿是侯府正妻，当家主母，是你嫉妒她。爱信不信。长公主向来不涉朝臣家事，怎么忽然对你示好？长公主向来不涉朝臣家事，怎么忽然对你示好？清月，这里头不会有什么蹊跷吧？旁人不知道，我却记得清楚。上一世长公主虽未与我深交，却曾在将军府最艰难的时候递过一句话来：若宋家女无处可去，公主府的门还开着。娘，长公主为人孤高，但不失磊落，她递帖子来，应当没有恶意。长公主的性子确实孤高，去吧。去吧。恭喜宋姐姐定了好亲事，听说那位徐大人年少有为，圣上都夸过的。听说徐大人为了娶宋姐姐，在公主府门口跪了3天3夜呢。什么3天3夜？我听说徐大人当年考状元的时候，文章被主考官压了下来，是跪在公主府门口求长公主主持公道，才被破格提拔的。要我说，多谢妹妹们关心。宋姐姐嫁了他，那才是天作之合。跪了3天3夜，这事我竟不知道。方才多饮了2杯果酒，这会儿有些上头。你说的那些事儿，我心里有些乱，且容我去散一散，再回来陪你说话。那你快去，别在这儿撑着。园子深处有座凉亭，正好歇歇。
园子深处有座凉亭，正好歇歇。他从来没提过。小姐，长公主这满园的琼花开得可真盛，像是下了雪似的。是啊，花香也不腻人，倒是个清静的好去处。小姐，那边漂亮，我们去那里歇歇脚吧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小姐，老爷退了傅家的亲事，本就闹得满城风雪，此刻再传出任何风吹草动，徐家面上不好看，将军府也受不住。是啊，若是被他人撞见我和一个外男在花丛深处单独说话，哪怕是傅云墨这个被夺了爵的庶民先冒出来的，我的名声也经不起旁人半句添油加醋。清月，这些日子你过得可好？傅云墨，我过得怎么样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不想我叫人丢你出去，就赶紧离开。这处花荫刚好被假山环抱，连个丫鬟嬷嬷的影子都没有。来的路已被他挡了大半，身后的岔路又全隐在花丛里。此时若是提着衣北往外跑，反倒显得我心虚。月儿，傅云墨，你别碰我！月儿，是我错了。曾经我是被宋旭旭伪装的温柔小姨骗了，她勾引我也不是真心爱慕我，只是为了坐上侯夫人的位置。她那样自私自利、贪慕虚荣的女人，根本不能与你相提并论。自打你离开那日起，我就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我才知道我心里最爱的人一直都是你，没有你，我过就像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；我想过了，只要你回头，我不嫌弃你和徐朗定了亲，正妻之位还是留给你。我嫁给你，宋旭旭怎么办？他不过一个玩意儿，给你提鞋都不配。我府中养一个贱妾的吃食还是有的，丝毫影响不到你正妻之位。解语花你要，荣华富贵也舍不得。你以为自己是情圣，是两头为难的痴心人，那你知道吗？你的深情分文不值。傅公子，你如今一个二手的庶民，还想我下嫁？怎么不美死你？你要记恨呢，就对着自家那位撒娇去，别脏了我的耳朵。宋清月，你要是不嫁给我，明日我便让人出去宣扬，你早就被我破了身子。我看你一个破烂货，徐朗还要不要？长公主府的琼花宴，离公主宴客的花厅不过1墙之隔，你这时候喊人？宋清月，你觉得外面那些等着挑你错在的人，是信你被我轻薄了，还是信你我旧情未了，私会叙旧？琼花宴就在1墙之隔，我已经在这里耗了太久。无论他的话是真假，只要再拖下去，假的也会被传成真的。傅少爷嘴巴这么臭，我帮你洗洗干净。方才你的丫鬟找到本宫的人时，本宫还当有人谎报。一个早被革了爵的庶人，竟能混进本宫的琼花宴；堵住本宫的客人出言羞辱。宋大小姐受了委屈，
本宫难辞其咎。把人丢出去，查清楚他是怎么进来的。查不出来，今日值守的所有人杖20。真是晦气，脏了我一池的荷花。头发上沾东西了，回廊上已经有几位夫人小姐探头了。走吧，留在这里你得编1整的谎。走吧，留在这里你得编1整的谎。好。可以走了。你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你入席时我便知道了，本想着晚些再找你。后来有人来报说，今日守侧门的老徒发现一张陌生面孔，我便寻了过来。走吧。见过宋小姐，长公主有令，想与宋小姐单独一叙。有劳带路。这是本宫给你的天妆，这是本宫给你的天妆。谢你父亲当年救本宫一命。傅云墨能混进公主府，这事不简单。有人替他打点，不只是打点，不只是打点。公主府的护卫虽不似宫里严密，但今日是琼花宴，各处值守都加了人手，没有人给他看道引路，他连大门往哪开都弄不清。你是说，有人在公主府里给他递了路，而那个人未必是冲着长公主来的。他让傅云墨在你面前露馅，如果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撞出点事更好。你声名毁了，将军府脸上不好看，徐家和将军府的婚事自然也要受牵连。户部，父亲前几日和我提过，说兄长在边境的粮草又出了岔子，调拨文书来回扯皮，押运官换了3婆，到现在仍有半月的缺口。剩下的事，调拨文书来回扯皮，押运官换了3婆，到现在仍有半月的缺口。剩下的事我来查，你只管安心备驾。少爷，有人挡了路，是个孕妇。是宋璇璇。有人便绕道，先送宋小姐回将军府。挡路的是傅家的妾室宋二小姐。徐少爷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徐少爷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成亲那日是姐姐不想嫁给傅云墨，给我下了药。我心中一直爱慕的人都是你，想嫁的男子也是你。宋二小姐，你说是新婚夜傅云墨辱了你清白，可你这肚子可不是新婚夜能乳出来的。贱人！贱人！老子对你不好吗？你
竟然背着我出来勾引男人，都是因为你，我的侯府没了，清月不要我了，打死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！去附近找个大夫来，记住走西向，别让马车经过前面。怕你看了夜里做噩梦。你怕我做噩梦？更怕你不肯说。不会了，今晚不会再做噩梦了。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傅家那个妾没了。怎么没的？被傅云墨当街打死的。那日晚上，他从长公主府里被打出来，浑身怒气没处撒，撞见宋徐徐在巷口拦咱们的马车，就把气全撒在了他身上，一拳一脚的往死里打，打到最后孩子没了，人也没了。上一世，宋旭旭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姐姐，这杯酒敬你。姐姐，这杯酒敬你。他算计我，他以为抢了我的婚事便能飞上枝头，却不知自己从一开始就被傅云墨当成了一枚弃子。一条命，半个时辰的血，一尸两命。还有呢？傅云墨被京兆府的人带走了。天子震怒，说当街殴妻致死，罪不可赦，着令大理寺和刑部从严处置。今日一早，案子就交到姑爷手里了。大理寺卿正是徐朗。好。好。傅云墨的案子审得极快，兄长宋长渊在京中养伤，闲来无事便往大理寺跑。徐朗那小子审案颇有几分味道，他没打傅云墨一下，也没骂他一句，就是把证人一个接一个的传上来，让他们各自说完。傅云墨的脸色就白了。那日路过的几个行人都被传了来，邻居也上了堂，最后上去的是诊治宋旭旭的大夫。那老大夫说，他赶到时，伤者身上大大小小的伤有27处，肋骨断了3根，胎儿窒息而亡。27处？徐朗让那老大夫一处一处的说清楚。傅云墨跪在堂下，听到第10处时就开始发抖，听到第20处时整个人都瘫了。他当初在我妹妹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，可没想过自己也有今天。夫人，小姐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傅云墨被判了斩刑，3日后在菜市口行刑，广平侯府永不复决。广平侯府永不复决。清月，老天有眼。爹爹，娘，兄长，他死了。一场搅动京城的荒唐公案，荒唐
一颗终究落地的人头。曾经煊赫的广平侯府就此烟消云散，曾经煊赫的广平侯府就此烟消云散，彻底覆灭。可我预想中复仇的酣畅痛快，半分都未曾浮现，反倒有一团沉甸甸的郁结堵在胸腔，如沉在冰冷湖底的顽石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挥之不去。那个我掏心掏肺相待10数年，曾以为是良人的男人，那个联手数妹构陷将军府，害得我宋家满门数百口含冤赴死，将我溺死在荷花池中的仇人，终究是死了。这一切还没有结束，仅仅只是开始。傅云墨不过是枚弃子，傅云墨不过是枚弃子，藏在幕后的黑手仍在朝堂蛰伏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将军府。母亲准备嫁妆忙个没停。好了好了，再搬家里都空了。你懂什么？你嫁的是3品大员，嫁妆寒酸了，日后在徐家怎么抬得起头？嫁妆寒酸了，日后在徐家怎么抬得起头？兄长和父亲也没有闲着，把你这2年在边境攒的蹄子银子全拿出来给清月添妆。不够的话，我还有1匹战马可以卖了。徐大人，晚辈在。晚辈在。老夫虽然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可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若待清月不好，老夫便是拼了这顶乌纱帽不要，也会让你付出代价。这是晚辈在母亲临前立的誓。母亲生前最遗憾的事，便是没能见到晚辈娶一个好媳妇。晚辈在她牌位前写了一纸：此生若负清月，母亲九泉之下不得安息。晚辈无颜入徐家宗祠。老夫信你。清月是老夫捧在手心里养大的，老夫把她交给你了。一梳梳到尾，3梳白发齐眉。娘，您哭什么？我又不是嫁去多远的地方。娘是高兴，高兴自己的女儿终于嫁对了人。清月，我来了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宋清月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
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上一世的事，那些刀光血影，那些阴谋诡计，那些至死未曾瞑目的冤屈，都过去了。小妹，兄长，叫什么兄长？叫大哥。昨天我没能去喜宴，圣上留我在宫里议事。不过你审的那案子我都听说了，判得好，判得干净。大哥过奖。不是过奖，我看过你审案的卷宗，证人排列的顺序，那个大夫最后的呈堂，你把傅云墨的防线一块一块拆下来，不是急着结案，是存心让他跪在堂上听完所有罪状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替我妹妹出了这口气。上一世，兄长和徐朗从未有过这样的交集。那时兄长常年镇守边境，将军府被陷害时他不在京城，等他赶回来时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父亲入狱，母亲病亡，我已嫁入侯府，被傅云墨牢牢掌控在手心里，替我出气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一世，一切都换了个剧本。在徐府吃得惯吗？下人伺候的好不好？夜里盖的被子够不够厚？娘，您放心，我看妹夫那架势，恨不得把清月捧在手里含着，能不好吗？我看妹夫那架势，恨不得把清月捧在手里含着，能不好吗？北荣那边你怎么看？岳父，北荣今年秋犯边的时间比往年提早了2个月，往年都是入冬后才动手，今年却在秋收前就犯了3座城池。以大哥对北荣的了解，他们不是越过了冬天，而是他们存粮不足。北荣去年遭了大旱，草原上牛羊饿死了3成，他们今年这么早动手，是因为等不到冬天了。接下来他们只会更疯狂，所以边境粮草不能断。大哥此番回京养伤，也要抓住时机敦促户部尽快调拨。大哥此番回京养伤，也要抓住时机敦促户部尽快调拨。户部那边可还顺道？顺道。圣上亲自过问了，谁敢耽搁？兄长说谎了，他那个动作，举杯仰头一饮而尽，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习惯。皮外伤，不碍事。他只有在不想让人看出表情的时候，才会用酒杯挡住脸。怎么了？嫁了人还跟着你哥屁股后头转？嫁了人还跟着你哥屁股后头转？谁跟着你转了？我是想问你，户部那边到底怎么回事？能有什么事？赵成那老狐狸你也知道，办事拖沓是常有的，催他几遍就行了。哥，你别瞒我，你刚才和父亲说顺烫的时候，又用酒杯挡脸了。你从小就这样，说谎的时候不敢让我看你的眼睛。清月，有些事不是哥哥不告诉你，而是不想让你跟着操心。边境的事有我和父亲，朝堂的事有徐朗，你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傅云墨背后有人，那个人的目标不只是将军府，现在还要把徐家也拉下水。哥哥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可我在嫁人之前就知道，户部侍郎赵成是左相林鹤言的门生。你怎么知道？傅云墨一个落氏侯爵，没人撑腰，敢在朝堂上屡次3番挑衅将军府。他背后若没有一个手眼通天的人，早在第1次构陷父亲时就该被捏碎了。他只是一枚棋子，那枚棋子废了，下棋的人还在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你，北荣今年犯边提前了2个多月，户部调拨的粮草却迟迟不到位。赵成的缘由说的天花乱坠，库银短缺，各地秋粮尚未收齐，运输马匹不足。可每一条我都派人查过，一个比一个假。边境将士在啃陈粮，陈粮都快要见底了。我这次回京，名义上是养伤，实际上是给弟兄们催粮来了。可赵成总是拿话搪塞我，推到秋粮入库，推到武军都督府，推到都督，再推回户部，一圈推诿下来，他们是在故意拖。拖到什么时候？拖到北荣下一波进攻，大雪风鸣前，他们一定会再来。
到时候前线粮草不济，我手下5万将士，就是5万条火把。妹妹成亲，我回京养伤。若恰在此时边境出事，户部很可能把所有缺粮的罪责推到我进京为司遗物军机上。到那时候，徐家首当其冲，将军府也跑不掉，一石二鸟。哥，你放心，过去你们在前面拼命，我在后宅里什么都不知道。以后我不会再当聋子和瞎子了。傻丫头，你才刚嫁人，哥哥只想你过2天安生日子。安生日子是打出来的，往后我陪你们一起打。兄长说，户部扣下了边境将士的冬衣粮草，押运官都换了3波，至今仍有半月缺口。北戎今年秋犯边，比往年早了2个月。左相林鹤岩的人在户部已经卡了整整10天的调拨文书。兄长说，左相的人不止在户部，大理寺、兵部、五军都督府都有他的棋子。若不是兄长此番回京亲自查问了押运官，根本不知道调拨文书的批文被压了整整10天。10天，清月，你笑一下，你笑一下。刚进你家的时候，你在笑，可你在院子里和大哥说完话以后到现在，这盏灯摇一下，我看你一眼，每一眼你的眉头都是皱的。别怕，有我。他是懂我的，从2年前春日宴上那一面起，到如今坐在我身边，他总能在我最防备的时候，一句话就卸掉我所有的铠甲。我没有怕，我只是在想，左相这些年隐忍不发，为什么偏偏选在现在动手？所以兄长回京养伤，反倒给了他可乘之机。他想利用的倒不是兄长的伤，是我。你想想，我来查这个案子，谁最紧张？林鹤前安插在户部、兵部、大理寺的人有多少？他自己都未必数得清。可眼下这批粮草的押运路线、仓储存放、调拨文书，不管我怎么查，每查一处，都等于替他开路。他会借我的刀除掉那些不听话的人，然后在我收手之后，再换一批更听话的。我就是他清理旧部的那把刀。既然他要借刀杀人，那我们就让他借。不过这把刀往哪儿砍，得出力的人不能是只有一个。夫人打算怎么走这一步？第一步，先从那个给傅云墨在公主府带路的人查起。那个人左相安插在公主府的暗桩，找到他就能顺藤摸瓜。上次他们在暗处，我在明处，这次不一样了。转眼间已入年关。小姐，前线的信来了。果然，入冬之后，北戎还是按耐不住野心。铁骑踏破边境防线，暴雪硝烟肆虐边关，前线将士在与敌军周旋鏖战，整整1月，战事交接难分。但这一时，命运早已被改写，一切都截然不同了。入冬之前，充足的粮草便已如期押运抵达边关。此次押运官换成了兄长的老部下，粮草分毫未少，安稳送到将士们手中。而徐朗早已收集好铁证，连夜草拟奏折，弹劾户部侍郎赵成挪用军饷，克扣边关粮草。朝堂之上，圣上龙颜大怒，当即下令将赵成革职，彻查户部。传朕旨意，户部侍郎赵成革职，彻查户部。一番深挖彻查之下，户部潜藏的7名蛀虫被连根拔起，而这7人之中，足足有5位是左相林鹤岩安插在户部的心腹。这便是徐朗的反击。他深谙朝堂权谋，若直接弹劾根基深厚的林鹤岩，那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他只从赵成的贪墨账目入手，追着每一粒军粮、每一文军饷的去向抽丝剥茧，层层深挖，最终将林鹤岩在户部的势力清除得一干二净。而这个寒冬，北戎的铁骑终究就没能踏破大起的边境防线。宋长渊带着粮草充足、士气大振的边关将士，趁着北风最烈、暴雪封山的时机，布下天罗地网。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伏击战。北戎主力被重创，
折损过半，残兵仓皇逃窜，退出边境100余里。饱受战火的边关终于迎来了片刻安宁。此战大捷，北戎退，粮草足，士气旺，请圣上安心。是哥哥的风格。夫人，有喜了！夫人，有喜了！老爷，夫人，小姐有喜了！这窗户得开大些，烟气一丝都不许飘进后院。你们伺候时都机灵点，稍有闪失，我拿你们试问。我就说多吃红枣好，你偏不爱吃。现在怀着身子，可不许任性了。哎。今天怎么样？好着呢，你摸，小家伙今天踢了我好几脚。他在动，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。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爹爹已经把路铺好了。这便是我上一世求而不得的光景。爹爹已经把路铺好了。这便是我上一世求而不得的光景，没有勾心斗角，只有温暖朴素的幸福。清月，你说该取什么名字好呢？这个我早就想好了，男孩呢就叫徐昭，女孩就取名为徐憨吧。长得像我？哪里像你？明明像清月，眉眼都一模一样。哪里像你？明明像清月，眉眼都一模一样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，这一世真长，长到够我把所有想做的事都做完了。这就做完了？往后还有几十年呢？往后啊，往后就和你和孩子们慢慢的走。这一世，余生与我皆坦途。